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立秋后，天气慢慢转凉，这个季节除了注意饮食卫生，还要注意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蔬菜馅饼的做法，不用发面，也不用擀面，出锅个个薄皮大馅，营养又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碗中倒入400克普通面粉，加2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用筷子把面粉一分为二，一半用刚烧开的开水来和面，大概是120毫升左右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。搅匀后，另外一半用15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，同样也是边倒水边搅拌。最后再把所有的面搅拌到一起，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水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加15克食用油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凉了也不会硬。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，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把面团取出来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再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现在就很容易揉光滑了，随便揉几下就揉光滑了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，不用洗面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6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整理完。接着准备一个平底盘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刷匀后，再把面团放入盘中，在表面淋少许食用油，继续用刷子刷均匀，每个面团都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刷好后，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洗面1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馅料。准备一把菜心，我们这边也叫油菜，把叶子掰下来，把老掉的杆去掉，不要了。再把黄掉或者是坏掉的叶子挑选出来，不要了。全部掰好后，把它放入清水中，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，特别是根部这里有很多黑色的杂质，一定要清洗干净。清洗的过程中再检查一下叶片上有没有虫卵，因为像这种绿色的蔬菜特别容易招惹虫卵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再准备把粉丝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开水没过粉丝，把粉丝烫一下，就这样给它烫10分钟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2勺食用油，再加2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，然后再把菜心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。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提前入一个底味，加食用油可以锁住菜心的营养，让菜心保持翠绿的颜色。焯水1-2分钟就可以，煮的时间不宜太长。2分钟后用筷子夹出来，迅速放入凉水中过凉，这样能使菜心的颜色更加翠绿。用筷子搅拌一下，就这样给它泡10分钟。接着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再准备几朵洗净后的香菇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香菇丁。切好之后装入胡萝卜丁的盘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对半切开，然后给它切成葱花。葱花我们要多准备一些，全部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菜心已经放凉了，再把菜心控水捞出，用力攥干菜心的水分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菜心放到案板上，
给它切成小段，尽量切得碎一些，最后切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2块钱的肥肉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。接着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边倒入3个鸡蛋，再加小勺食盐入一个底味，用筷子搅散，搅散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的粉丝已经泡软了，再用剪刀把粉丝剪成小段，也可以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切成小段，最后剪成这样的小段就可以。往里边加勺食用油，再加2勺生抽，加2勺老抽上色，加2勺蚝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根粉丝都能裹上一层料汁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倒入鸡蛋液，用筷子快速搅拌成鸡蛋碎，全程开大火炒，炒的过程中要用铲子不停地翻动，最后翻炒成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，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。另起锅放少许油，然后把肥肉丁放入锅中，开大火翻炒，把肥肉丁的油脂炒出来，翻炒至肥肉丁微微发黄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把胡萝卜丁和香菇丁倒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翻炒至胡萝卜丁和香菇丁断生。再加2勺食盐，加2勺辣椒面，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。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翻炒均匀后再把粉丝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炒匀后就可以关火了，再把它盛出来倒入菜心的碗中。接着把鸡蛋碎也放进来，最后再放入葱花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像这样我们的蔬菜馅就做好了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说明现在的面团是非常有延展性的，像这样就已经醒好了。把盘子里多余的油倒在案板上，用手抹匀，然后取一个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。这里就不要用擀面杖来擀面了，因为这个面团是非常有延展性的，用手像这样往外推压几下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薄一点的饼皮，也不用压得太薄了，像这样的厚度就可以。再放上刚准备好的馅料，馅料我们可以多放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馅饼才会薄皮大馅。然后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收口。收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漏馅。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用手轻轻按压一下，按压到能看到绿色的馅料为止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做完。全部做好后，平底锅预热，倒入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再把生胚放入锅中，我这个锅比较小，一次放4个就可以了。开小火慢烙，在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内部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呢才会非常的柔软，不会变硬。先给它烙3分钟，3分钟后用铲子给它翻一下面，再烙3分钟，3分钟后再翻一面，烙至饼表皮金黄，并且能看到里面的馅料，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蔬菜馅饼就做好了，不用发面也不用擀面，6分钟就可以出锅。这样做的蔬菜馅饼外皮焦黄酥脆，又略带点柔软，而且还特别的薄，里面的馅料清晰可见，用手掰开一个看看，里面的馅料翠绿不变色，而且这几种蔬菜搭配在一起，营养口味是非常丰富了。秋天正是贴秋膘的季节，
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。这款馅饼非常建议大家试一试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